大朋友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东方秘境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大禹治水。在远古时期，中原大地经常遭受水患的摧残与侵袭，滔滔江水，漫漫洪流，宛如野兽张开血盆大口，要将这片热土吞噬殆尽。国君们费尽心思，试图找到各种水患治理的方法，其中鲧用堵截的方法被誉为经典。鲧是一位心思缜密、手艺精湛的工匠，他提出要在江河中筑起高大的堤坝，以阻挡洪水的泛滥。然而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方案，最终还是以惨败收场。鲧用建堤坝堵水患的初衷固然良善，但在实践中却遇到了种种不测的变数。在筑堤的过程中，鲧遭遇洪水冲毁堤坝、山体滑坡等灾难，这使得工程进度迟缓，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。鲧在治水失败后，不久便在羽山死去。可怜的鲧带着满腔遗憾不愿离去，尸身在羽山泥土中躺了3年也不腐朽。终于，他的遗体孕育出一条神龙，急速飞向天空。这就是后来的大禹。鲧的儿子神龙化作人形，继承父亲未完成的遗志，继续辅佐舜这位新任的帝王。当舜统治天下之时，中原大地依然是洪水滔天，田野泡在汪洋大海之中，山岭都被淹没其中，百姓的房屋都被水患吞噬，造成许多百姓流离失所，只得背井离乡，受难无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舜决定要彻底杜绝水患，于是便四处访求能治理洪水之人。众臣都推荐大禹，说他虽是鲧之子，但德行与能力都远超其父，为人谦逊有礼，办事认真敬业，生活也很简朴。舜非常欣赏大禹的能力和德行，很快便将治水大任委派给了他。大禹实在是一个贤明的人，肩负父亲未完成的遗志，也担起百姓和舜帝的重托，继续治水的事业。他暗暗下定决心，我的父亲没能治好水患，没能给百姓解除灾难，我一定要竭尽全力。然而，他也知道这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任务，他不能有丝毫懈怠。考虑到这非常任务，舜还派遣伯益与后稷2位贤臣与他同行，以帮助治水。当时，大禹刚与涂山氏新婚4日，涂山氏是一位贤淑的女子，同意与夫离去。大禹弃别了自己的爱妻，就此踏上了征程。大禹率领着伯益、后稷以及一批助手，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走遍了当时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，穷乡僻壤，人迹罕至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他深感自己的父亲未曾完成治水的大业而空留遗憾，于是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。在他的旅途中，他目睹了无数的百姓在洪水中挣扎，他一次次在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面前流下了自己的眼泪。每当提及治水的事，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都会向他献上最珍贵的东西，这实在让他感到百姓的情谊太浓太浓，倍增了他的决心和信心。大禹左手拿着准绳，右手拿着规矩，走到哪里就量到哪里。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，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全新方法，其要点就是疏通水道，使得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。每当他发现一个地方需要治理，
就到各个部落去发动群众来施工。每当水利工程开始的时候，他都和百姓在一起劳动，吃在工地，睡在工地，挖山掘石，披星戴月地干。他的生活简朴，住在茅草小屋中，吃得比一般百姓还要差。但是在水利工程中，他又是最肯花钱的。每当治理一处水患而缺少钱，他都亲自去争取。他无私奉献，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守护着百姓的幸福。在浩渺的史册长河中，大禹治水的英勇事迹熠熠生辉。九州大地回响着他跋山涉水、穿越四海的脚步。豫州，九州的中心，承载着大禹的家国情怀。他的故乡黄冈之上，中岳嵩山巍然耸立。无论他南征北讨，东寻西驰，这座矗立千年的古山都时刻凝视着他。然而，治水之任艰巨，时光紧迫，责任重大，使得大禹无暇顾及亲情。这便是流传千古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。第一次路过家门，是在披荆斩棘治理淮河之前。那时，大禹凿开雍州龙门口，西北洪水涌入黄河，当地水患得以根除，百姓生活恢复宁静。他便踏上征途，东南行去治理淮河。途经嵩山，正值家门洞开，涂山氏在院中劳动。他瞥见妻子发胖，在忆故，他腹中元长，定是怀孕了。大禹心潮澎湃，喜悦、心酸、愧疚交织。他想下马扶住妻子，然而一念及东南百姓深陷洪水之苦，他扬鞭策马，疾驰而去。第二次路过家门，是在1年之后。淮河疏通，却听闻三门峡水怪横行。大禹旋即北上，再度经过嵩山家门，远远望见涂山氏在门前，喂奶于怀中婴儿。他欣喜若狂，欲呼：我为父矣，我为父矣。他想抱儿亲吻，问儿名字。然而三门峡孤儿哭喊的声音回荡耳畔，他想起百姓疾苦，仍需拯救。于是他转身驰往西北，心中牵挂着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无论何时都在为他们排忧解难。第三次路过家门，是在三门峡治理坝，在三门岛上劈开3个门户，凿下中流砥柱，降服黄河水怪，洪水顺利流入大海。大禹刚喘息，南方经水暴涨的消息又传来，他不得不再度骑马跃上嵩山，观察远方水情。此时他又路过家门，看到白发苍苍的母亲拄杖张望，似在等待他归来。他还看到儿子小夏启在地上翻滚，一股浓郁的父爱之情涌上心头，欣慰与心痛交织。他知晓自己尚有更多乡里需要他的慷慨闭贯，然而他的心固执不肯回家，一边想忆母亲和儿子的笑脸，另一边却为灾民的痛哀所伤。如他思虑，亲情与国事同民胞之使命，然换作他与何以偏废其一，都他不能轻舍任何一分。虽欲奔归家里，照妙母慈子，乃斟酌所成，静下怀中之忧愁，转身继续白马驰骋。岁月荏苒，时光如梭，10几年间，大禹根据山川地理情况，将中国分为9个州：冀州、青州、徐州、兖州、扬州、凉州、豫州、雍州、荆州。他的治水方法
是把整个中国的山山水水当作一个整体来治理。他先治理九州的土地，该疏通的疏通，该平整的平整，使得大量的地方变成肥沃的土地。然后他治理山川，受他治理之山有岐山、荆山、雷首山、太岳山、太行山、丸窝山、常山、砥柱山、碣石山、太华山与大别山等，目的都是为了疏通水道，使水能顺畅流下，而不致堵塞水路。水路一旦治理完毕，他便开始梳理水脉，长江以北的大多数河流都留下了他治理的痕迹。他治水讲究智慧，譬如治理黄河上游的龙门山便是如此。龙门山在梁山之北，大禹将黄河水自甘肃积石山引出，运至梁山时，却被龙门山所挡，无法通过。大禹查看地势，觉得此处非开辟不可。然而龙门山之巨大，如何下手？大禹选了最省工省力之地，仅开80余步宽的口子，遂将水引而过去。因龙门太高，许多逆流而上的鱼到此便游不过，许多鱼拼命向上跳跃，只有极少数鱼能突破重围，跳过龙门。这就是后人所谓鲤鱼跳龙门。据说能越龙门之鱼，立时便作龙，在空中翱翔。大禹治水共耗时13年，正是在他手下，咆哮之河水失去往日之凶恶，驯驯服服地平缓东流。昔日被水淹没之山林露出峥嵘之姿，田野变为米仓，百姓又能注视而居，过上幸福富足之生活。后世人感念其功，为他修庙筑殿，尊之为禹神。我国之名被称为禹域，即大禹曾治理之地。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在面对自然灾害时，仅仅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，大禹提出了疏导治水的新方法，即宜疏不宜堵。这种方法强调要疏通水道，让洪水顺利地流入海洋，从而减少洪水灾害对百姓的影响。相比之下，采用堵截的方法，如建造堤坝，虽然可以有效地阻挡洪水，但也可能导致洪水的再次涌起和扩散，甚至造成更严重的灾害。因此，宜疏不宜堵的治水方法更加符合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认知和尊重，也更加能够保护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这种治水方法的启示是，人们需要在面对自然灾害时，要善于借鉴自然规律，采用更加合理的方法和手段去应对，而不是盲目地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，忽视自然规律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。在应对自然灾害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尊重自然，保护自然，以及充分发挥科技和人类智慧的作用，从而更好地保障百姓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欢迎朋友们关注订阅，欢迎朋友们点赞支持，祝您生活愉快。